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王喜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上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关于节理的几何分类，这节课我们学习张节理与简节理的特征。我们知道节理是在力的作用下的一种产物，根据节理形成时的力学性质，可以将节理分为张节理和简节理两种类型。研究和掌握张节理与简节理的特征，对于了解矿产资源的运移和富集，以及分析区域性应力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学习张节理及其特征。什么是张节理？张节理就是由于张应力超过了岩石的抗张强度，而在岩体中产生的张破裂面。但这里大家要注意，并不只是拉伸作用下才能形成张节理。张节理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如图5-3。张节理产状不稳定，往往延伸不远即消失。单个张节理短而弯曲，若干张节理则常以侧裂的关系出现。第二，张节理面粗糙不平，在垂直于张节理面的方向上往往有轻微的开裂，但节理面上一般没有擦痕。第三，见图5-4，发育在砾岩、砂岩或含有结核岩层中的张节理，往往绕过砾石、粗砂砾和结核，一般不切穿。如果切穿砾石、粗砂砾或者是结核，则其破裂面也是凹凸不平的。第四，平面观察张节理，虽可看出总体走向，但却明显呈不规则的弯曲状，如图5-5，或规则的锯齿状，如图5-6。后者乃追踪先乙形成的两组共轭剪切面而成，故又称锯齿状追踪张节理，常呈单裂和共轭燕裂式张节理，如图5-7，以及放射状或通心圆状的组合形式。第五，张节理两壁之间的距离较大，多开口，常被后起地质作用的物质所冲填，形成各种脉体，形态呈楔形和扁豆形等，脉宽变化较大，脉壁不平直。见图5-8，右侧为一组共轭剪切，先剪切后张开，锯齿状追踪张节理被方解石脉冲填。左侧是追踪两组简节理形成的锯齿状张节理。第六，张节理一般发育稀疏，节理间距较大，而且即使局部地段发育较多，也是稀密不均，很少密集成带。第七，一般在挤压和拉伸作用下形成的张节理彼此平行排列，而在剪切作用下形成的张节理，见图5-9，在平面或剖面上呈燕裂排列。第八，张节理的尾端变化形式主要有两种，见图5-10。图 A 是树枝状分叉，图 B 是杏仁状结环。树枝状分叉的小节理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可与简节理尾端的节理差区别开来。杏仁状结环呈椭圆形，棱角不明显，也可与简节理尾端的菱形结环区别开来。学习了张节理及其特征，我们现在学习简节理及其特征。什么是简节理？简节理是由于剪应力超过了岩石的抗剪强度，而在岩体中产生的剪破裂面。同样应该注意，不只是剪切作用才能形成简节理。简节理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见图5-11，简节理产状较稳定，岩走向和倾向延伸较远，但当简节理穿过岩性差别显著不同的岩层时，其产状也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反映了岩石性质对简节理方位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第二，简节理面较平直光滑，这是由于简节理是剪破岩层而不是拉破岩层的结果。此特征在图5-11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第三，在立岩、角砾岩或含有结合的岩层中，见图5-4、图5-12，剪节里常切过交接物、砾石、结合或较大的矿物颗粒。由于岩剪节里面可以有少量的位移，因此常可借助被错开的砾石或结合来确定节里面两侧岩块的相对位移方向。如图5-4，可以利用被错开的砾石来确定两侧岩块相对位移的方向。第四，剪节里面上常有剪切滑动时留下的擦痕和摩擦镜面，但由于一般剪节里岩节里面相对位移量不大，因此在野外必须仔细观察。第五，由于剪节里是由共轭剪切面发展而来的，一般是由两组同时出现，相交成 X 形，见图5-13。因为常成对出现，故常称为共轭节理。典型剪节理常组成 X 型共轭节理系。X 型节理发育良好时，可将岩石切割成菱形，见图5-14，或棋盘格式岩块，如图5-15。不过，在某些地区，两组剪节理的发育程度可以不等。如果只发育一组节理，则节理相互平行延伸。第六，剪节理发育往往具有等距性，即相同级别的剪节理常有大致等距离的发育分布规律，见图5-16。第七，剪节理一般发育较密，即相邻两节理之间的距离较小，常密集成带，但也可疏密相间出现，其间距的大小又因岩性与岩层厚度的不同而变化。硬而厚的岩层中的剪节理间距大于软而薄的岩层，见图5-17所示。同时，剪节理发育的疏密还与应力作用情况有关。第八，剪节理常呈现羽裂现象，见图5-18。往往一条剪节理经仔细观察，并非单一的一条节理，而是由若干条方向相同、首尾相近的小节理呈羽状排列而成。根据它们首尾临接部位的两种重叠关系，羽裂可分为左形羽裂和右形羽裂两种形式。若沿小节理走向观察，下方的每个小剪节理依次向左侧错开，为左形羽裂或左旋羽裂；反之，下方的每个小剪节理依次向右侧错开，为右形羽裂或右旋羽裂。利用剪节理排列方式，可判断两侧圆块的运动方向。图5-18中，左图为右形，反映两侧岩石相对移动方向为右形或右旋；右图为左形，反映两侧岩石相对移动方向为左形或左旋。实践证明，利用羽裂现象判断剪节理两侧岩石相对动向是行之有效的。呈羽裂的小节理可以逐步连通起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平移断层。左形羽裂的剪节理发展成左形平移断层，右形羽裂的剪节理发展成右形平移断层。第九，剪节理两壁之间的距离较小，常呈闭合状。若被矿物冲填时，是平直闭合缝，脉宽较为均匀，脉壁较为平直，见图5-19和5-20。若后期因风化、地下水的溶蚀作用或后期应力作用方式的改变，可以扩大剪节理的壁距，如图5-21。第十，剪节理的尾端变化有折尾、菱形接环、剪节理等三种形式，见图5-22。折尾是一条剪节理的尾端突然转折到另外一个方向，延展不远即消失。转折后的方向一般即为共轭节理系中另一组的延展方向，见图5-22a。
菱形接环是一条节理的尾端或两条节理的衔接处，转折或分叉相连，构成菱形接环。菱形接环的两个对边即为共轭剪节理系的两组节理，见图5-22b。节理叉是一条剪节理的尾端，发育有许多小节理，它们向两个方向分开，其间保持一定的夹角。这两个方向小节理的方位就是共轭节理系中两组节理的方位，见图5-22c。这三种尾端变化均反映了两组剪节理不同的组合方式，它们可以出现在同一漏头上。关于张节理和剪节理的特征，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讲解构造节理的特征，同学们再见。